你们好哈，我们继续来短短的来捕捉一下新恋人的一些讯息哈。那我们要捕捉的讯息就是可能他的现况，他现在在哪里，你们可能相遇的时间，再来是他的一些个性的检索。好，这是今天的2张牌哈。那给你们点时间来做选择。好，如果你要看久一点的话，你可以按下暂停哈。那不啰嗦，选好了我们就开始了。好，那我们从选择第1号牌的朋友开始哈。来，我们今天是短短的新恋人的检索哈。那我们来翻5张牌来看一下他的现况跟在哪，还有你们可能相遇的时间和地点。好，来5张。好，那如果这5张的讯息不够强的时候，我再看补充哈，或是有一些讯号非常引起我好奇哈，看一下。我先说，你们第一次一见面的时候，就有可能会在短时间内对彼此的好感非常强烈哈，所以他出现的时候，你也很难错过他。你比较难错过他，只是说这边有一个很特别的是，他现在有一点点不太确定跟你对齐了没，也就是说他好像不会立即出现啊，还有一些东西需要转弯哈，这个等一下我再补一些东西。那从这里1、2、3这里哈，这里都有说你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那个感情的因素就会出来，可是这个能量都不够强，所以他有可能会只是当下的时候感觉还不错，可是会产生某些犹豫，那些犹豫就是说，即便留下了联络方式或什么，然后可是未来还不是很能够有能量往前冲，就是我要认识他更多，我想要跟他更进一步做朋友，或是跟他约出去，这样两个人的能量这个部分都不够强，可是他会有一个蛮好的开始的，所以记得。接下来，如果你遇到一个人，在那一个晚上，你就觉得感受上两个人，你已经感受到两个人是互相喜欢，那记得要把它把握住，要更高的密集程度，把这个水能把它提升起来，不然它会一直停在那种很淡、很像朋友、很像只是交了一个新朋友、认识一个新朋友的状态。记得要好好的去强化自己内心已经发现自己是喜欢他的那一部分，让这个延续下去后，那这张在说什么？这张在说这个的进步其实蛮慢的，他真的必须要在生活中要去连接出很多生活的新细节，就是可能要一起约吃饭，次数要加高，可能要约出去买东西、出去聊天、约去喝咖啡，这些都可以。就是你们在生活的见面次数要提升，它才会慢慢的把水能量再去往上哈。那这个位置是后面已经讲到了一些情况了，可是他这边说这个出发的点跟他现在在的位置往你这边有一个没有办法对齐的状况。那这个没有对齐的话，就代表说有桥断掉了啦。好，它有一个未知的情况出现，那它这个的话就会变成是有点拖慢时间。好，那我先看一下，好，大概是什么样子？4张，好，看一下这里，呃，哇，以空间上来说，确实是还蛮远的吼。那，嗯，短时间内它还不会出现，因为它那边好像还有很大的事情要整理、要转换，这样。我先说大概会是怎么样的事情呢？第一搬家，第二可能是换工作，第二可能是考试要换一个新学校，大什么的，换学校。好，因为他考试还没考完，好，那以物理的位置来说，你们现在可能距离在不同的城市，距离还蛮远的，也有可能是不同的国家哦，他可能还没有来这里念书哦，好，他还没有出现。那他这边还讲了一个不错的东西，哈，这里也是说比较远了哈。好，这些跳掉，这个还是这里的重点。这里都是这组牌的重点。他的意思说，其实你们两个之间有蛮多的阻碍的。第一，距离，他有可能是看起来不像能会在一起的人，可是有一个非常强的两个能量一起来，风把火吹起来。你们两个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其实能量比我刚刚讲的更强。他可能会有一见钟情、一见如故、一见倾心，这种一瞬间的能量会爆发。我原本以为只是风能量的能量爆发，所以我会希望你再去把它抓住。可是这边在讲的是遇见的那一次的时候，那个火能量会爆发起来，所以它有一点点可能，你们两个会无法
去控制，即便自己觉得这个感觉很强烈，有点危险，想要拉开距离，可是好像也难，两个人都会很快就会连接在一起。可是你们会有一个难关会出现，就是你们会有一些物理上的距离，譬如说，就像我刚刚讲的，在不同城市，它有一点点远距离的概念会跑出来，还有一个。远的感觉是你们可能所处的时间不同，工作的时间不同，还有一个可能是连时区都有可能不同，这个远的距离，所以这一组感情爆发的蛮激烈的，蛮快的，也蛮好的，很浓烈。可是它有一些现实问题要面对啊，好，有一些现实面对的可以决定，但是算是一个不错的开端啦，只是看你要不要去突破哦。好，这个是有一点小难题的。好，然后我看一下他的性格方面哈。好，我们来看一下他的个性方面。他其实是善于去理解别人的，他很倾听吗？这边有点不太确定，他是不是真的很容易倾听别人？但是我觉得他是善于理解别人的。然后，如果你有很多问题跟他相处的话，情感上的、生活上的、金钱上的各方面的，他都很善于分析。他如果不擅长，他也会去理解，他会去查资料，他后面会再给你回报。他是非常享受把事情看得比较清晰的人，排列组合看得比较透的人，他喜欢找到答案，所以他平常的生活里，他可能在 YouTube 上面或什么，他很喜欢去看一些什么未知的秘密呀、什么宇宙的秘密啊那些的东西，他会非常好奇哈。所以你未来相处跟他的时候，你跟他讲一些神秘主义的、身心灵的、占卜的这些，他应该会蛮信的。也许星座那个部分，他应该有蛮多的答案的。好，来再来是他其实是对感情很重视的人，然后无论是交朋友、恋爱或什么，他的持久性都很强，耐力很强。他就算跟人的交往，他发现有些不对劲的时候，他也不会选择是那种断崖式的分手，他会慢慢的讨论，他后来发现说没有办法再往前进了，他才会对自己比较狠心的放下。所以你听我讲的话，我没有说他会狠心吧，他会说他对自己狠心的放下。这个点是在讲说什么？他其实是很重感情的，他觉得感情得来不易啊，相遇也很难啦。他觉得人跟人的感情如果开始连接的时候，就是都是几乎不要放手的，他会尽可能的去挽救，尽可能让它变好。如果有扣分了，要到大家分离的时候，他会觉得说我们应该找到更好的点再去往下发展。可是他也不是一个很黏腻的人，他如果确定了这件事情是很理智上的是觉得不合适，就像我刚刚前面讲的，他很善于分析嘛。如果到了那个方式，他就对自己很狠心的接受，懂吗？这就是一起的哈。那再来，他对他的人生或是对世界来说，他是有一个非常强的好奇心。这边有说了，所以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他会喜欢去很多地方去旅行。其实他现在就已经会去很多国家去旅行了。这个也是一个点。他应该你会发现他去过很多国家，他会对于很多没去过的世界的东西，他都会去。他有一点点小小的博学啦。你会发现他家里可能书很多。工具书啊、知识的书啊、冷知识，他也是属于冷知识很明白很多的人。我不太确定他是不是为了自我实践还是兴趣，可是我觉得都有 mix 在一起了。所以你可以把它当成是哆啦 A 梦这样子有求必应，尤其是知识上的哈，你可以把它当成小聪明啊，或什么问他什么，他都有答案。好，那可是有一个小缺点，他会有点小小的木讷。他有点小小的木讷，他还有蛮多的小坚持，可是只要习惯他这些的话，你就会发现说，他其实是一个在生活上各方面都是非常有帮助的人，尤其旅行或什么，很多东西都会被规划的很好。然后他还有一个很棒的特色，就是他跟其他人的合作能力很强，他适应陌生人、适应其他人的出现能力很强，他会很在乎别人的优点，所以你跟他认识的时候，你发现说他很快就能够挖掘你的优点，他会去对你有好奇，他会去发现你的特色、你的功能，有可能跟他做朋友的时候，他会发现你的功能，他会发现你擅长的东西。所以当一起出去旅行的时候，他可能会安排说，大概大家一起需要3到4个人去，他其实会把你对于这次旅行或是露营啦哈，每个人能做的是擅长做的事情，他会分析一遍，确定好之后，他就会帮你找你喜欢做的东西。所以他让你跟他一起出去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你也没有偷闲，你也觉得玩得很愉快，因为他其实找了很多你适合的东西，去的地方，喜欢吃的东西，喜欢去的气氛的位置什么，他都已经想好了。他是一个很细腻的人但是缺点就是看起来有点木讷，看起来有点冷漠，在情感上的表达是比较弱的。好，那这就选择1号牌的朋友哈，那就短短的给你一些新恋人的讯息哈。那谢谢你来听哦，祝福你。
好，接下来是选择2号牌的朋友哈。今天我们来短短的快速检索一下新恋人的资讯哈。那我们会先检索是说，他的状况哈，他现在跟你距离在哪，然后你们可能相遇的位置情况跟相遇的时间。好，来看一下哈。好，我先说，他现在的能量其实是负荷着水能量正往你这边冲刺而来的，算是有对齐啦哈。只是它中间会先停顿一下，因为它可能会有一些外物把它叫走。可是它现在的往你这边冲来这个路径是已经抓好的，而且这个路径是充满很强烈的水能量，所以我觉得你们见面的时候应该一开始就会互相喜欢了，而且会有非常强烈的互相喜欢，会有非常强烈的致命吸引力哈。然后这个致命吸引力可能会达到有一种让你的朋友觉得你有点见色忘友，因为你会在你们相遇的时候，有一种觉得很难得的感觉，很难得的感觉，早上怎么会有人跟你这么合？生活上、谈吐各方面都是你所期待的那个样子，就是各方面都很完美，是有这个东西的、很快就会跑出来了。可是因为这个完美出现在一个小小的危机上面，他在这边在提醒你说，你还是要听一下，不要一下就被冲昏头了。可是我觉得在牌面上并没有什么危机，我觉得这个提醒只是有一点点是用嫉妒的角度能量在告诉你说，你还是要注意看一下。它有点像是说这个事情发生的太顺遂了。所以他会有一个负能量跑出来，想要做一些平衡。可是我在这边看起来，其实这个人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那等一下我再翻2张牌来确定这个想法是不是对的了哦。因为这里还是有一些风能量，可是他冲过来的速度还蛮快的。那你跟他对你都有这个感觉，只是说这边有说一个感觉，就是这个爱情的情感来的有点太浓烈了。你们两个，也许他对你第一天遇到的时候，他就会有非常热情的表达，非常很浓的表达，会有这个状况哈。难怪这边会有一些能量说叫你看听一下，刹一下车，不要立刻冲昏头，因为可能那个爱情能量真的太美好了，会在那一个当下的时候就觉得这，因为他在担心说你会后来回头或冷静下来才发现说，哎，我怎么自己表达的也这么快速，会有点小后悔的状况，是怎么陷入的，或是投入的这么快哈？来，没关系，我对这个质疑或是这里啦，就是叫你看听，再冷静一下这个牌他怎么说哈。确实是叫你冷静听一下哈，问问朋友，好，朋友好像可以给你比较客观的意见跟表达哈。那等一下，我来看一下一些当你们遇到的时候一个连续发展的一个气氛哈。等一下，我看一下。等一下。好，有渐入佳境，然后会慢慢会变好了。然后旁边的朋友应该也觉得还不错，然后可以让你去试试看了。然后你们彼此的有一些外表上、内在上的致命吸引力也确实是有发生。这里的爱情的能量是还蛮多的，阻碍也蛮少的。可是这边有说，你们彼此真正的好，还是要花一点时间才会发生啦。虽然一开始的起步还不错，可是还是要花一点时间深入底下的聊。个性各方面要了解再更深一点，可是在这一个不算是一个警告讯号，它比较像是说，还有更好的东西，要花点时间才会发现哈。它初期只是一个很好的开端，真正会打动你心的东西还没有那么早快要出现，没那么早。好，所以这边比较多的讯息比较像是说慢慢玩啦，不要玩的那么急啦，不要开心的这么快啦，慢慢享受，时间还很多哈，大概是这个讯息。好，来。翻一下大概你们相遇的时间点哈，这个你们应该非常在意哈。这个牌翻很多，我翻2张来看。这2张。
哦，大概3到4个月它就会出现，然后这是一个近的讯息。远的话，远的兴趣，3到4个月，再来就是可能夏天的初期，大概就这个情况。哦，还要在，因为我觉得这一段路径不是现在，他这边讲的是他还在一个，我刚刚是不是说他有在对齐往你这边来？可他现在中间会有一个转折，会有一个停顿嘛？哈，那大概就是现在已经出发了啦。好，整个事件的路径、能量的连接大概已经出发了，事情的演变跟故事线的发展还没有到要出现在你面前了，所以他这里自己的事情还在发展中，所以大概就这边说3到4个月出现在就是夏天初期，你注意一下哈，应该不太会错过，我要看到一些不错的能量，这边牌面上讲的顺序，我觉得还可以哦。你期待一下，我希望他赶快。首先，我觉得这个能量还不错，但是有一个小缺点，他这边所有的能量都只讲到初期一个很强烈的爆发哈。这里虽然我放到这么多哈，可是他这边一直在偷偷暗示一件事情是。你有可能会发现更好的他吗？还是在发现之前，你们就可能因为感情太浓烈，而且快速的淡掉之后，就却错过了那一个更好的他的出现呢？这里有这个讯息哦，哈，这里的讯息有一点点是说，我只能从这里到这里解释跟你讲说，不要，反正节奏慢一点啦，节奏慢一点啦。哦，好，来，我们来帮你看一下他的性格方面哈。也不是说不能讲，或是不能讲他，我只觉得讯息给的很糊，可是他有一个简述的讯息很强，所以我只能说遇到相处的时候节奏打慢一点了哈。好，来看一下哈，好来看一下他的各方面，我觉得他其实内心还蛮需要别人认同的，所以你跟他相处的时候，如果你发现说他需要，比如说他工作回来，或是他在跟你讲工作上的事情的时候，受到很多是攻击或是委屈什么的时候，希望你不要给他太多的建议，或是给他的太多的纠正或什么，不要那么理性，你就要在情感上的时候给予一些支持，跟讲就会说不会啊，我觉得很棒啊，我觉得你只要再努力就要比较多这个东西。他在这个部分哈。他比较脆弱，因为他其实他也理解到他自己的很多面，就是说他知道他自己要努力，他也知道说有些事情的对错他都明白，理智上面都明白，可是情感上需要受到支持，他这个比较弱哈，所以他很多时候他的话都是希望很多人给他一些更多的 support 啦，情感上的认可啦。好，那这可能算是他的一个小小的，我觉得算是他的一个缺点吧哈，因为他有一点点太努力的去把自己好的那一面表达出来了，让脆弱的东西隐藏起来了。所以当未来你跟他比较近的时候，跟他相处的时候，你发现这一面的时候，尽量给他更多的正能量的支持，才能够激发他能量的回复，活力的回复。然后他还蛮适合做一些创作型、创造型的工作，就是有很多新的 idea 的，不一定是艺术或设计。他的意思是说，他的工作项目里面，他比较像是说去带领大家去往新颖的方向走，去找到一个新的大家没有想过的方向、前卫的方向、开拓性的方向。他比较不像是做事需要埋头苦干的那一种，他是动脑子的，他脑子。对于新鲜的事情，怎么带领大家进到一个开拓的边缘？如果遇到一些阻碍瓶颈的时候，他是最有能力去破解的哈。还有，因为他对于未知的事情，对于世界的前瞻呐、各方面，他的想象力的逻辑性比较强，他能够推敲跟想象更好的可能，这样。那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如果你跟他出去旅行或相处的时候，他是一个危机意识特别强的人，所以他会有一点小小的看起来像穷紧张。就是你跟他出去的时候，他会想说，去一个新的 pub，他就会先看一下逃生口在哪里啊。然后坐飞机的时候，他会觉得说你会发现说他会谈论说坐在哪个位置会比较安全。他会是这样子的人然后大家一起去国外旅行的时候，然后要去的位置、要去的地点、饭店什么，他都会大概你会发现，他会告诉你说这边的治安率好不好啊，然后我们在哪个地方活动就好了，他会比较多的这种注意，这就是他的性格啦，他会想的比较远，顾虑到的比较远，那那这个东西有好有坏，你可以说是它的缺点，可以说是它的优点。其实
这方面来说，他算是太过敏感，所以他也知道说要修正这件事情的时候，所以其实他内心已经很敏感了，注意的事情很多了，想的已经够远了。可是其实都是他有自制力削弱、减弱过。好，其实他敏感的东西更远，所以当前面讲的，他有一些在跟你抱怨，或是他心情比较低落的时候，不要再去纠正他，或是告诉他说要怎么做，因为其实他都知道。我们刚刚说了，他知道的比你更多，他的就只是情感上面的那一个 support 跟支持就好了。所以未来跟他相处的时候，记得情感价值的支持很重要。那这点也偷偷跟你说，其实很多人在诉苦的时候跟你讲事情的时候，就只有给情感支持就好了。不需要太多的纠正或什么，因为很多道理大家都懂。可是当下情感的东西，它就是太低了，他没办法立刻想通，或是他也不需要那么理智的东西，你就给他一些支持 support，就是称赞他就可以了。那他就是属于这样子的人。好，来，那这账号就短短的新恋人的资讯那希望能够帮到你那谢谢你来听祝福你。